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第3赛季，400万士兵身穿外骨骼的装甲，手拿电磁脉冲枪奔赴战场，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我，当即选择上报国家。从此，东大国开始和多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合作，一跃突破科技桎梏，向着至高文明发展。你醒了？醒了醒了。话说同志，我不就是被自行车给撞了，用得着武装部的人来交涉吗？自行车能把你给撞到710所军事禁区来。啊？什么710所？说吧，你是谁？接近710所的目的是什么？什么710所？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看，我靠，人造骑士，这质感好像真的一样，是仿照骑士制造的外骨骼机甲吧？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了？不要说别的，先说你，我们走走程序吧。现在还在读书，秋季入伍，会当2年义务兵，再继续学习。哪一届的学生？什么学校？加上入伍的时间，2027届毕业，在华科大读应用物理。今年是2036年。什么？一看2036年，怎么回事？这是我回来了。脑中突然多了一段记忆，可脑海里的那台机器让他知道了自己有穿越多元宇宙的能力。严老同志，我叫陈立明，我也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介不介意给我们说一下自己的经历？你是说那个机器能够让你穿越？没错，我猜测是穿越到了平行宇宙中的华国，那边的科技更发达。我应该是落在了军事禁地，士兵身穿人造骑士的外骨骼机甲，我想那应该是他们最高等级的外骨骼机甲吧，质感特别真实。平行宇宙，华国吗？陈长官，所以我想，若是对面科技真的要更发达，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都是华国，我看那个叫周卫荣的军人态度也不错，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若是得到，本宇宙的华国将彻底的开始腾飞，100年积弱，华国欠了太多东西哦。大使馆，银河号事件811922。种种民族苦痛浮现严傲心中。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如今有机会，自然要好好的料理白头阴影，根除鹰将国毒瘤，解放全世界。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这件事事关重大，我要立即上报。你等我通知，不要冲动，对面的情况尚未知晓，一切还是要以你的安全为重。陈立明把严傲的事和视频证据上报了给华国最高层，直接惊动最高层。朱老，你怎么来了？我必须亲自过来看看，有些是必须得亲眼看看。在办公室，朱老，我给您带路。您是朱进城，朱老？没错，我就是朱进城。哈哈哈，没想到现在还有小伙子记得我。朱老，看您说的，谁能不认识您啊？小奥啊，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朱老，说实话，您是我的偶像，包括您在内的老一辈的人，用肩扛起了我们如今安定的生活。但是100年积弱，我们差了太多东西要补课。若是想要正面击败鹰将国，至少还要几10年。这次就是我们的机会，只要抓住这个机会，未来就是我们的。借着这台机器，主动和多元宇宙里的华国交流，换取技术，谋求发展，这就是我的想法。他要一头将这秃鹰给彻底按死在地上，让人再也不敢窥视华国。听了你这般肺腑之言，我也是感慨良多。探索对面，可是需要你打前锋，这其中的危险，你可知道？我知道，不过我最终还是要过去的，我不可能忍住心中的好奇。小奥的意见我同意了，我会将意见整理成一份文件，报给1号。这样，今天是23年7月，237计划正式拉开帷幕。第2天凌晨，在京城一份保密级别为绝密、保密年限为永久不启用的计划正式拉开了帷幕。237计划就此开始实施，并且在同一天，鹰将国五眼联盟和小日子在华国的情报系统集体断裂，西方的触手在这个国家彻底被斩断了。WTF， 兔子这是吃了火药了，这是怎么回事？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第3赛季，400万士兵身穿外骨骼的装甲，手拿电磁脉冲枪奔赴战场，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我，当即选择上报国家。从此，东大国开始和多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合作，一跃突破科技桎梏，向着至高文明发展。严老同志，我们快要到了。我们快到了吗？
是啊，严傲同志，你的这个选择为国为民是大事，但是接下来可就苦了你了。有什么苦的？为了和事业隐姓埋名几10年的老科学家说苦了吗？况且我这是在为大家谋福祉，就算是我父母知道了，也肯定会举双手赞成的。好小子，我只是想起了我的老同学，他曾经和你一样，也是这么充满朝气，充满希望，仿佛一切困难在他眼里都不成问题。怎么了，陈哥？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了我的老同学，他牺牲了。好了，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小子，希望你永远保持这般活力。我们到了。严傲同志，接下来就由我负责和你交接。赵大校，接下来我该干什么？说实话，我看到237计划后，还以为是周老给我们开的玩笑。严傲同志，你现在需要的是学习，不仅仅是战斗，还包括求生、急救知识。进行1周的模拟训练后，严傲决定去1号宇宙，好好的和对面谈谈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去消杀是吧？好，去吧。华国的未来就靠你了，我会带来好消息。朱同志一路顺风。1号的文件，那就是1号宇宙。真让人震撼，谁能想到这居然是真的？哇，它真的消失了！希望他能成功。要是有外骨骼装甲，说不定我能够扛着重机枪推进杀敌。队长，今天又在这里等着呢。他是从这里消失的，说不定会从这里回来。应该不能吧？这周的构建结束了，换个位置应该很容易吧？也不一定，他很闷，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穿越。周老也过问了这件事，还特意嘱咐710所，所有设备必须断网。周长官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严老，周长官，这边过去了多久了？已经过去了1周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是1周，看来这两边时间流速是一样的吧？找个你们能说上话的人来，我有东西给他。这是什么？这是1号亲自批示的文书。严傲的自信来自于他背后强大的国家。1号？哪个1号？自然是我们世界华国的。怎么样，够格请人过来了吧？华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小邹，去拿些吃食过来，好好招待严傲同志。周卫荣同志，事关重大，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放心，2个异世界的人因为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因为一句停止，将坚定地站在一起。严傲重新出现，并且拿着异世界华国1号亲自批示的文书，这个消息传出去，立即引起了1号宇宙的重视。小荣啊，在710所还习惯吧？父亲还习惯。联合国哪边进来还好吗？还是老样子，吵过去吵过来，唠叨个不停。父亲，数字派的人很活跃，有情报口的同志得到消息，据说他们有袭击联合国的危险。也好了，别说那些糟心的事情了，我们来谈谈你说的那个严傲吧。那小伙子据你说人还不错，是，不过整件事还是让我难以置信。未知是人心中恐惧的来源，我过来不就是要消除未知吗？况且这里发生的未知事件也不止1起了。父亲，你说什么？没什么，带我去见见那位年轻人吧。是，父亲。这位同志，请问你叫？我叫周道学，严傲这一把，学兵来先都带队长回来。不用紧张，我就随便问问。你全天都穿着这套外骨骼？没错啊。多久充一次电？作战的时候是1周1次，平时是2周1次。2周？没错，2周。不过据说还有1种更强的电池，是用在太空电梯的手指顶上。太空电梯？太空电梯？以为你离我远点。好家伙，我还是小看1号宇宙华国的科技实力了。周长官，你终于回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哲之，你的事情他能够负责。我托大，叫你一声小芳吧。刚刚看到周老的时候，他都震惊了，让他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流浪地球2》。你不是带来了一份文件，可以给我看看吗？周老，文件在这里，请您过目。难道真的是《流浪地球》宇宙？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第3赛季，400万士兵身穿外骨骼的装甲，手拿电磁脉冲枪奔赴战场，
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我，当即选择上报国家。从此，东大国开始和多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合作，一跃突破科技桎梏，向着至高文明发展。这居然是真的！周老，我想1号的文件介绍的很清楚，我们需要。你们的意思我懂了，我回去后会和其他人讨论。对于你们，我是十分欢迎的。等我和上面汇报后，也会写一份文件交给你。这样，我们约个时间，两边的时间流速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那就好，那就1周之后吧。1周之后你再过来。在这之前，我想我们是该清扫一下屋子，把屋子好好打扫干净再接客。还有，蓉儿啊，去把奥沙外骨骼全套技术，包括产业链信息打包，给我们的客人一份。我想这个见面礼足够了吧？够了，完全够了。看来你很满意，满意就好。怎么，蓉儿还不快去？小严啊，介意我跟你唠唠嗑吗？没事，周老，您说。我们这里的人类本来生活得好好的，也许再过几年就会开启星际大开发时代。但是很不巧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发现了让人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太阳正在急速老化，将在100年内发生氦闪。届时，木星轨道以内都会被太阳吞噬，我们的世界已经终步入绝境。真的是《流浪地球2》。你的到来或许是另一个机会，就像是70年代从这里出现的那则神秘预言一样。这就是奥沙菌，用外骨骼的全套技术，包括生产线信息。多谢。好了，就这样吧。小严，7天之后还是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好，周老，我们7天后再见。真是让人震惊，不可思议。父亲，为何要将奥沙外骨骼的技术直接交给他？新的奥沙2外骨骼已经开始试着列装了。既然如此，何不投石问路，以示友好？对方过来为的就是技术，可见那边技术并不是太发达，但是对面的存在对于我们却是很重要的。就算不能直接拯救我们，但是2500年太久了。接下来好好改造710所，这里就将被设置为绝命，所有网络全部断掉，军网也断掉，还有那监控也给我拆了。此地以后只准纸质记录。来吧，来月球，登上月球，建立月球基地。这是杨傲回来了。杨傲没有受伤吧？没有受伤。赵大哥，看我带回来了什么？没受伤就好。这是……赵光耀有些不敢置信，这么顺利，第一次正式交流就拿到了。是全覆盖式外骨骼的技术，还包括生产线的技术。对面的诚意十足，太空电梯技术也在其中。流浪地球2的文明，那是真正的具备了星际殖民的文明。光是这些技术，就够华国大跨步式的前进了。赵哥，这次我赌赢了，华国就要正式开始腾飞了。有流浪地球世界技术的支持，对面的鹰将国拿什么跟我们打？你是说1号宇宙是流浪地球2的宇宙？你遇到了周哲直？没错，虽然长相和电影中有些区别，但是他就是这个名字，而且太阳危机也做不得假。因为那个世界有 Moss 这个人工智能，所以你才不敢在联网的状态下打开这个技术箱子。是的，710所可能是 Moss 诞生的地方，我不确定对方会不会潜入这个箱子。赵大哥，那台机器还给了我一个提示，但我去月球建立月球基地。既然他要我们去月球建立月球基地，那我们就照办。等到建立了月球基地是什么意思，自然就知道了。好，我知道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我会和1号讨论的。这些小崽子又开始跳脚了，马上就拿出成果，吓不死你们！这一潭死水的世界，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深水炸弹了吗？一项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了第3赛季，400万士兵身穿外骨骼的装甲，手拿电磁脉冲枪奔赴战场，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我，当即选择上报国家。从此，东大国开始和多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合作，一跃突破科技桎梏，向着至高文明发展。电池技术现在是重中之重，
电动汽车、无人设备，甚至是地外探索，哪个不需要电池技术？这么重要的项目，怎么说停就停了？你们这是要干嘛？我怀疑你们之中有人出了问题。保密处呢？批项目的人查，都给我查！就在今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研究室，结果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先进固态钠电池试验项目居然被全面关停了，整个实验组等待重新调配任务。时间就是生命，华国好不容易在电池领域积累的产业优势，说停就停。若是没有合理的理由，我怀疑，不是怀疑，是肯定，审批组里混进了外国的间谍。何老，不要着急，今天不是来开座谈会吗？我们看看你们能编出什么理由来。若是这个理由不能服众，那我们就得写信到1号那里去了。呵，就是我的外骨骼总和传电系统组也被停了，真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大家稍安勿躁，停下各位的项目，也不是我们几位的意思。军方的人这是在干什么？怎么还没来？不是你们的意思，那难道还是上面的意思？不是说你在米国买了房子吗？我看你就有问题。老何，我就是去米国科技大会，踹了米国同学的门，被那些狗仔拍下来了，这纯的造谣，你还当鼻子上脸了？为了防止这座谈会变成自己和老何的对骂大会，吴有德不得不放出点消息。这事还真是上面的意思，大家看文件，1号书如下包话。原本准备破口大骂的何家旭也是冷静了下来。理由来了，大家看吧。屏蔽信号，高速机场，拦截这里的无线电波，通知信息处把米国监控的卫星给打发了。小陈卖了我们这么久的关子，拿出来看看吧。吴有德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停了这些项目，他只是根据文件照办而已，所以他其实也很好奇，什么东西搞得神神秘秘的。他心中发誓，这东西要是说服不了他，他就要闹到1号那里去。老军官的火力不足恐惧症直接就被治好了。好东西，真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老许还反对我的计划吗？反对？我有反对过吗？你那个计划有什么需要，直接给我说。要是老邢不同意，我打到他同意，不就是接下来要激进些吗？和平了这么多年了，外面的崽子们都不知道我们是靠打鹰将国立威的。你放心的去干，但是不可轻启战争，毕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崽。放心吧，只是接下来动作会大一些。妈的，你们军事科技院还有多少好东西？这外骨骼都能直接列装了吧？完成度这么高，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支持我，就等着好消息吧。流浪地球宇宙和本宇宙极其相似，对方军队制式的外骨骼直接生产出来，甚至连程序都不用改，直接就能够和本宇宙适配。看来是该和他们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了。月球嘛，专家组推测，建立月球基地可能就是打开恒定空间门的条件，所以237计划的下一个大目标出现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月球基地，建立月球基地，原本是本宇宙33年之后的计划，但是为了这个目标，值得他们更加激进，毕竟外骨骼的技术实在是太香了。又劝了一个保守派了，再争取下一个，人数就够了。周大哥这是玩嗨了。延奥，周老搞定了。这次过去，主要谈航空方面的技术。是为了月球？没错，周老说，你那机器既然都提示了要上月球，那不妨去看看。这次你过去，先探探对方的口风，若是可以，试着问问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专家评审，这次的电池技术，仅仅是用在电动车上，就能为华国带来1000亿的利润。汽车行业一直都是高端制造业，这电池来的太是时候了。趁着这一次机会，我们将电池技术削弱后下放到民间，一举将燃油汽车的小日子和一国时代给剿灭，把电车产业链彻底抢到华国来，他们嚣张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了第3赛季，400万士兵身穿外骨骼的装甲，手拿电磁脉冲枪奔赴战场，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民土地兵的我，当即选择上报国家。从此，东大国开始和多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合作，一跃突破科技制度，向着至高文明发展。延奥再次踏入流浪地球的世界，并与周哲直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获得了流浪地球世界并不重视的丁类航天技术，这项技术让华国火箭的载荷能力从20吨飞跃至惊人的350吨。这款新型火箭拥有700吨的起飞重量，350吨的近地轨道载荷，以及200吨的月球轨道载荷。
随后，华国官方宣布将在1个月后发射载人登月飞船。这一消息引起了民众的惊叹与质疑，并震惊了全球。特别是让原本计划向中东派遣军队的鹰将国暂停了其军事行动。23式外骨骼通过了验证，马上就要正式列装了。正式列装了？没错，估计是陆军的哥们有些忍不住了，通宵干进度了吧？上面这么快就同意大规模列装，用的理由上面还没法拒绝。什么理由？收复某哇哇岛。打巷战的时候用来减少伤亡，陆军决定花重金给东部登陆部队全员配装外骨骼，而且是改进型号。到时候登陆部队在巷战的时候，能够在坦克主动防御的射流下挺进。到时候陆军再无顾及什么超人部队，在主动防御的射流下挺进。坦克的主动防御就是主动发射火箭弹来拦截射向坦克的反坦克弹。难怪上面没法拒绝。这个理由无敌，严奥认同了，事关祖国统一大业，他无条件的支持。还有，赵哥让我提醒你，最近多关注你那台机器，看看没有什么反应。注意，是要登月了吗？消息都传出去了，基地里面没有联网，你不知道也正常。动作这么快，我们的基建水平还用说？下个月1号火箭准时发射，还有16天，正好到时候可以看直播。看来我得加快训练进度。下班要回家了。真羡慕你们，我还要值夜班。陈浩然，他不是生病回家了吗？回想组长的叮嘱，航天局那边送过来的登月火箭的轨道数据，这件事极其重要，算是绝密。这么的，老陈不会被收买了吧？这家伙副营长国参加过好几次交流会，说不定真被收买了。不行，我得立即给组长打电话。我们现在接到的消息是，计算机研究所疑似发现了间谍，并且间谍想要盗取登月飞船的轨道参数。陈浩然，男，36岁，为华科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教授。刚刚信息科的同志通过技术手段确定，此人和境外敌对势力串通，意图盗取我国机密信息。各位，你们的任务就是捉住他。这次让你们穿着外骨骼，就是要公开，吸引注意力。都给我把最帅的姿势拿出来。川哥，放心吧，保证明天拿头条。我靠，这二是怎么军机来我们学校了？是有什么大人物要过来了？怎么半夜来？不会是来抓人的吧？我操！我看到了什么？外骨骼，真的是外骨骼装甲！哇哦，这是在拍电影吗？那是外骨骼，好帅呀！打开车门，搜身。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吧？玉，给我，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拿走，你没有权利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陈浩然，我们是国安，你因为涉嫌出卖国家绝密资料，现在因叛国罪被捕。我后悔啊，好后悔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拖走带回去审？开起来了。这一切变革皆因我掌握了一台能够穿梭于多元宇宙之间的神奇机器。马克，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就在刚才，情报部门确定，在华国西北某地，登月火箭发动机已经开始试车，而且就在昨晚，对面公开了一种制式的外骨骼装甲。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是白养的吗？这可是纳税人的钱，这么重要的情报，敌人公布了，我们才得知。本来以为他们和小日子一样，只不过是笑话罢了。结果种种证据表明，他们居然是来真的。这无疑是展开太空竞争的信号，这是新冷战的开始。总统阁下，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回应华国，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完成重返月球。这件事我会想办法的。给我说结果。我们在对岸插入的间谍被发现了，所以我们算是彻底失去了事情的掌控能力，除非我们强行阻止对方。我们可以在棒子地区搞点事，让对方感受到压力。登月计划警戒薄弱的时候，再一举侵入拿走数据，可能会出现一些伤亡。总统阁下需要调动横须贺、棒子基地里面的军队。
商王，你是说我们的军人，还是南棒那些猴子？只要不损害我公司的股票，不要触及精英们的利益，这些人死了又如何？注意主次，破二，还有做事要隐蔽，我不想看到那些贱民围住我的房子。通过审问陈浩然，陈立明得知了在航空部门内部还隐藏着一名内应，借助高超的技术手段，他们最终确认并锁定了这名内应的身份。不过为了引出最后的大礼，并没有把这个内应抓捕，同时他们也从内应的联系通信中截取到有一支特种部队要来。我倒要看看这些人能玩出什么花样。通知东部战区，把他们刚成立的外骨骼装甲部队给拉过来，还能反了天不成？南棒国士兵经历过鹰将国大兵一番威逼利诱后，听从他们的命令，深夜进入北半边境。原审共犯，南棒一个小队昨夜侵入北棒，无差别射杀北棒平民。北棒100万大军正在向38线集结，大战一触即发。鹰将国横须贺加手那航母舰，双航母舰队齐聚黄海海域，紧急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进发。华国和鹰将国双航母舰队的海上对峙。呼吁华国和鹰将国保持克制，半岛局势应走向和平和稳定。双方应该放下分歧，现在的关键在于查明南棒小队侵入北棒的原因，以及做好安抚和赔偿工作。卧槽！你们组团揍鹰将国，怎么不叫上我？思密达，什么？我的人干的？我不是，我没有，都看着我干嘛？什么？北棒在边境聚集100万大军，准备南下。呀，美蝶啊，真的啊！两大国冲突，夹在中间的小国，那就是真成了小丑了。察觉到鹰将国似乎想要来真的念头，东北50万军队悄然集结陈兵在北棒边境。我北棒人民无辜遭受屠戮，南棒已经事实上向我们宣战。即日起，我国核导弹立即瞄准鹰将国华盛顿和航母舰队，但凡鹰将帝国主义有任何异动，我们绝不手软。似乎是北棒的威胁真起效果，或者说鹰将国这边觉得自己也完大了。我们严正警告北棒，舰队是为了防止北棒入侵南棒而派出去的，为了维持公平与秩序的，英方有意调节两方矛盾，并且鹰将国还提议要邀请华国、大毛的外交人员齐聚38线，和北棒与南棒共同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位，任务下来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内应失败后，等待指令，强闯进去，拿到数据。我们都是家人被抓的可怜人，这次行动肯定无法活着回去了。希望他们真的会放过我们的家人吧。原来是没有鹰将国，阿门。希望那个间谍能够成功吧。根据新释出的情报，无人巡航机在海滩处发现了一队武装分子。该死，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在变相警告我们，若是继续坚持计划，他们会不计代价。鹰将国这个算盘打得很清楚，数据拿到拿不到，这个时候已经只是由头。最关键是这个态度必须传到位，他会不计代价，我们难道不会？就你鹰将国会摆脸色，这飞船我们还真的发射定了，谁都阻止不了。我立即联系西北，让他们重启核试验计划，让鹰将国有种就来，疏散周围的百姓，让外骨骼装甲部队解决他们，一个不留。大小，重新开启核试验，会不会动静太大了？安稳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世界真的和平了，而且放心吧，这次发射的只是战术核弹，威力很小，不用担心。这次好让他们鹰将国知道不计代价的后果。至于辣了口时都被欺负到大门上来了，我们还怕这些？我明白了。这一次，华国可不再是100年前那般困苦积弱了。鹰将国从实力上来讲，已经没有资格再居高临下，用鼻子看人。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开启了 S3赛季，只因我拥有了一台能够多元宇宙的机器。接上集由于鹰将国的阴谋，半岛局势急剧恶化，导致华国与鹰将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形成对峙态势。哼，什么轨道数据？拿着这玩意儿，我就可以彻底的离开这个让人厌恶的地方了。呵呵，就你还离开这里，让你厌恶是吧？你这罪够判无期了，而且还不带减刑的。对不起，你这辈子就只能待在这让你感到厌恶的地方了。压下去，接下来就等大校那边的结果了。埃克斯等了1个小时，看着周边的人渐渐都没有了。怎么回事？人都去哪里呢？别紧张，去上班了吧？今天是周2，已经9点了。各位，间谍先生没有按预定时间上报数据，任务失败了，我们得开始行动了。我们上，目标是6层的计算机数据中心。
狙击手着掩体，我们被发现了。该死，对方有多少人？不知道。什么鬼东西？装甲？该死，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国防部就发布新闻，将要在西北某大漠进行战术核弹的地下核爆实验。这消息一出，可谓是举世皆惊。这是在回应我们，这肯定是在警告我们。我给你创造的机会，我的数据呢？上次有国家敢这么跟我堂堂米国说谎，还是在30多年前，而敢这么说的对方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次也一样，他好得很，战术核弹是吧？接国防部在太平洋也给我丢个听个响。是，阁下。你们都给我滚！华国宣布将在本月末发射登月火箭，这是继阿波罗计划以来，人类首次尝试重返月球。与此同时，鹰将国宣布在太平洋上进行了核试验，但这则消息却被华国的登月火箭发射新闻所掩盖。而在鹰将国国内，新闻媒体上则是流传出了华国火箭是盗窃鹰将国阿波罗计划技术的流言，而且这个流言有越传越大的苗头。华国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呢？很明显，他们是派间谍偷窃的鹰将国技术资料。我们有证据表明，华国确实从 NASA 航天局窃取了关键技术资料。思密达，我就说华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技术呢？原来是偷的。呵呵，你去偷一个，我看看你南方能不能造出来。这火箭一看就必定失败，肯定飞到半空就炸了。总比你们天天摔飞机好，还有潜艇真潜水来的好。我们在31号将看到史上最昂贵的烟花。谢邀，苏联恩爱才是最大烟花，这锅我们不背。我怎么也没想到，上面玩的居然这么大。来吧，来月球，登上月球，建立月球基地，到底是什么意思？月球基地，呵呵，星辰大海从未离我们如此之近。热爱和平东大海，开启了 S3赛季，只因我拥有了一台多元宇宙机器，边上仅见如期发射。在发射成功的那一瞬，代表华国的火箭载火势超越太阳，将进行下一步登月计划。现场想到这些事的华国母亲，心中一片热血，一起同声歌唱了一首歌。新闻你也看到了，大获成功，登月的计划已经正式立项了，后续的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登月航天器包括月球基地、航天员都在紧急选拔，这些功劳里面都有你的一份。朱老过奖了，您看大家都在努力，我也不能闲着不是，不然我老爷子知道肯定也会抽我的。朱老这种老一辈科学家，为了华国呕心沥血，奉献一切的人，可是他的偶像。他虽然不及1/1000，但是如今有能力，也要靠拢学习不是。每每听到我愿匍匐在地，为祖国洗净身上的耻辱，他都心灵震撼。哈哈哈，不说这些了，除了过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之外，知道了好处，有人希望和对面加深交流，是时候给对方透露些东西了。顺便让他们瞧瞧我们华国的特色黑神话悟空 3D 游戏。若我要見大帝，我化臨龍宮。若我要去知錯，但注定心機重。住花果嶺這一帶度。這東西是怎麼來的？哈哈，我們特地去拜訪了作者和導演，請他們整理的設定集，而且還進行了一些實驗。你過去之後，記得注意詢問昨天上午6點02分有沒有尾焰藍色的隕石飛掠華國上空。原來如此。严傲腦中諗了一下，幾乎是瞬間就明白了朱老的意思。原來是這樣，把作者和導演請過來，修改設定集，然後看看本與母關於這部作品的改動會不會影響到《流浪地球》世界。這就是那個實驗。這次過去就這2件事，記住了嗎？記住了，保證完成。好了，我還要跟航天口、電動車企業、
军方无人机项目不做交涉呢，就先走了。你来的正好，我父亲昨天刚来这里。小严，好久不见啊！周老，好久不见。这是《流浪地球》。这是一本小说，在我们的世界于2007年7月发布，名字叫做《流浪地球》。若有没有记错的话，小严的世界现在是2023年。没错，周老，看了这本小说，你有何感受？像，太像了。看小严你的意思，还有东西。不错，在我们的世界出现过2部科幻电影，名字就叫《流浪地球》，而很恰巧，其中有个人叫做周哲直。难怪你第一次看我的时候，眼神就有些不对劲。因为把《流浪地球》的真相告知了周老，本宇宙的华国获得更高一级的科技。赵光耀展示《流浪地球》AI 技术机械等。方景认可其强大。电磁脉冲武器研发进展，军方讨论其军事价值。华国载人登月取得突破。由于鹰将国始终无法在竞争中超越华国，就开始对华国实施大规模反倾销调查，并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华国沿海进行演习。鉴于电磁脉冲武器的研发完成，华国军方经讨论后一致决定采取强硬应对措施，随时准备爆发战争，并给鹰将国一发电磁脉冲弹是警告。接到指挥中心命令，敌人正在川谷收锚，下发各舰起航和主力舰队会合。注意，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具体作战信息数据点已经下发各舰，现在各舰呈战斗队列，接3军联合指挥部信息。一旦敌人开火，立即执行1号方案，对敌舰队使用动能导弹弹幕覆盖。这里是华国海域，重复一遍，这里是华国海域，入侵舰队立即离开，入侵舰队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驱离语音没有使用英语，这是对对方的警告。军方可不会再惯着你。想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自己翻译去。这是3军联合指挥放出的诱饵，只要鹰将国敢开火，这架飞机被击落，就干他丫的！因为这架飞机的闯入原本的安静，瞬间被打破，全世界在此刻都将目光聚焦在了这里。巡洋舰雷达发现敌军的飞机正在直直的飞过来，而且飞机上正在播放驱离我们的警告。驱离警告，给我接弗雷德，对方还没有服软，到底还打不打了？弗雷德阁下，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给我打，法克。这声音几乎是从弗雷德的喉咙里怒吼出来的，听他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对方肯定是拒绝了。实际上也是这样。小东西，现在想跑太晚了。战争开始了，立即把这只小麻雀给我打下来！哈哈，就让你们看看我鹰将国的无敌海军吧！真的打了，说不定趁着这个机会跟下去，我们可以侵占他们的岛屿。我们可以叫上南越一起，我们一起行动。舰长，阿基确认已经被击毁，敌人已经开火。各单位，敌人已经开火，按照计划1行事，垂发准备，高超声速单元63，2枚齐射。
不只是只有这两个，更多的多达10几枚同类顶板。刃海巡洋舰距离主舰队这么远，这是什么阵型？华国8艘灵物，距离主舰队远的不像话。如果不是卡尔知道这8艘舰船是他们的主力的话，他都要以为这是拿来试探他们的炮灰了。对面的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管如何，在我们出手的瞬间，对方没有强行出手逼退我们航母，就这个举动，他们已经输了。我们的无敌空军已经升空了。舰长，对方8艘离队的巡洋舰朝着我们上空发射了18枚高超声速导弹，而且这18枚导弹位置不是航母，而是海上。这操作把操作员都整懵了，什么情况？高超声速舰弹，你要是正儿八经朝着他们打过来，这种速度的导弹，他们应对还真有些麻烦。但是你特么的居然直接打空气，这迷惑的操作，着实给卡尔整不会了。哼，一群懦弱之人，肯定是折服在了我们鹰将国的强大海军面前，不敢动手了。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常规炸弹。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飞机到底怎么了？舰长阁下，不只是飞机，我们的舰船，舰船怎么了？说啊！舰长，我们的舰船除了动力器系统和弹力系统还保持完整，其他系统全都被毁坏了。哈哈，中计了！舰长，我们中计了，这是华国人的埋伏。通过手势旗语，我们得到消息，各个舰船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船上、飞机上、潜艇上，所有含有电子元器件的设备都被彻底的摧毁了。我们的指挥系统，不，甚至所有都全没了。完了，这下全完了。几乎是瞬间，整个鹰将联军舰队就被打回了1战17的通讯水平。不，甚至连1战都不如，毕竟1战可是有电报的，他们现在连电报都被干废了，眼睛直接被东方大国给脱下了。现代战争是体系化的对抗，是信息化的对抗，电磁脉冲武器还真的是一张王炸。当它出现的时候，这场冲突就已经宣告了结束，鹰将国完败。报告舰长，动能弹已经激发，检测到电磁脉冲，正在判断打击效果。电磁脉冲频闪，从他们舰船直接穿了过去，但是经过反电磁脉冲改装的他们根本就不怕，反而是迎着电磁脉冲直接开始前。报告舰长，现在鹰将军的战斗机跟下饺子一样，呼呼都直往下掉，没了飞控系统，现代的战斗机就是个弟弟，根本就飞不了。现在被电磁脉冲团互联，鹰将军估计直接人都杀了。哈哈哈！好，号令全舰队保持战斗位置前进。另外，放飞无人机，低空压制敌方残余火力。3军指挥所诚不欺我，这电磁脉冲武器是真的离谱。整个华国海军都特么的兴奋起来，热血在沸腾，多年仇恨，新仇加旧恨，汹涌燃烧了起来。浩浩荡荡的军队直接杀向了联军舰队。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这一切都由于我获得了能穿越无数宇宙的机器，且宪政的国家。蓝星华夏可以驾驶无数宇宙战机。穿越无数平行宇宙，与各个宇宙的华国进行合作。打败8国舰队后，月球基地也任务完成。岩奥脑中机器提示在月球建立基地的任务，获得了布置空间门的能力。空间门即将布置，这也标志着即将改变流浪地球与本宇宙隔阂的问题，交往更流畅。流浪地球的崇高理念也与本宇宙高度符合，无愧本宇宙将其定为统治。小严，这件事就拜托你了。那我去通知对方。周哥，我们已经能够打开空间门了，你们尽快选个位置吧。小严啊，你就说你们对面能够布置空间门了，这是真的吗？周老，这是真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这边了。
你们送了我们这么多大礼，以诚心待我们，那我们也肯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好啊，对面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放置空间门吧。一队跟我进入。这就是空间门。这是我们怎么都没想到，空间门会是这副模样。您就是朱老板。已知大红点是我已经去了的流浪地球宇宙，白色大点是去木星才能开启的新世界，红色代表已经去过，白色代表还未开放。大白点和大红点指的是同一等级，那这个小白点按照逻辑就应该代表还未开放的世界，而且重要等级低于流浪地球宇宙。我要立即去见专家组。有新发现，这次那台机器提示的康帕斯生物实验室。严敖他们想尽办法到达了这个生物实验室，然后终于开启了进入新世界的权限。小严，这是为了让你去新世界更安全保障，特地为你定制了这个机甲。里面融合了流浪地球最顶尖的科技。太感谢周老。去吧，流浪地球和华国的未来就靠你了。青山啊，你也该考虑考虑了。隔壁家的老么大胖娃娃都生出来了，就你还雷打不动。父亲，我还不急。你是某个秘密研究所的研究员？算是吧。这是保密项目。待会儿你们可要签保密协议了。沈大哥，你是干什么的？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我意外地获得穿梭诸天世界的能力，带领华国进入生化危机世界。小兄弟，这是我们华国的东西，现在才7年啊，我们就有这东西了，怎么外面都没听说过啊？这是保密项目呀，待会儿你们可要签保密协议啊！既然确定了这方世界有华国，那么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想办法和官方人员取得联系。沈大哥，你是干什么的？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哈，我儿子是在魔都生物实验室工作，而且是和什么国外公司合作。生物实验室，老哥工作可以啊，沈大爷家可出息了。不过外国公司好像是叫什么岛福山公司。哈，我儿子果然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什么情况？这里是1号机组，确认信息，立即派出战机拦截。重复一遍，立即拦截。这是什么？这是故意投送到我们基地的信息。让薛明带着人立即去这个位置调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妈的，大意了，居然是生化危机事件，而且眼前沈青山所在的实验室居然和保护伞公司有合作。沈大哥，不是听说和保护伞公司合作研究会很忙吗？哦，好像是因为他们公司总部原因，我们这边实验暂时中断，所以放了几天假。总部的原因啊，总感觉莫名的有些慌啊。保护伞公司的总部是米国还是日本东京来着？因为总部原因实验中断了，不会是病毒泄露了吧？我不会这么倒霉吧？刚来病毒就泄露了，得赶紧和这个世界的华国沟通，然后
至少我一定要将华国给救下来。他们来了。这装甲侧面怎么有黑五角星的迪克式画涂装？所以这真是我们的东西。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带我去你们军区，任务保密级别绝密。什么？你是从平行宇宙的华国穿越过来的？而且你不仅可以来回穿梭，未来还能打开空间门。我意外地获得穿梭诸天世界的能力，带领华国进入生化危机世界。平行宇宙空间门，你当这是科幻小说？将军，外骨骼装甲的科技水平，您应该能判断真假。保护伞公司的资料，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严大校，此事关乎国运，我即刻上报。薛明同志，我要保护伞公司的所有情报，立刻。赵哥，对面是生化危机事件，我可能携带 T 病毒。启动最高级生物隔离，联系流浪地球医疗组。严晨，若确认感染，你知道该怎么做？走过一多年的奇迹，可是不永远也阴性，快准备病毒资料，我要再穿过去。若那个世界能存活，或许我们也能偷一缕阳光。父亲，他们的太阳还没害闪，我们可以迁移。入口，先帮他们保住家园，这才是活种的意义。平行世界太难以置信了，更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真的。不，比起这个，我更关注我们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要毁灭了。那小妍至少证明了他确实是穿越过来的。那平行世界和世界即将毁灭，王老有一种预感，这也是真的。只是让王老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的是，什么样的病毒居然能够让人类文明彻底毁灭？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结果你告诉我世界要毁灭了，他绝不允许。王老，我们发现严奥的地方有2名百姓，其中一个是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们研究所和保护伞公司有合作，我们将他带回了基地，从他口中获悉了一名南棒研究所的住址。现在我们在南棒的内线已经买通了他，他正在潜入，获取保护伞公司的信息。着重注意浣熊市的情况。我倒是建议你们要着重注意保护伞公司的人工智能。这是 U 盘和手雷 ，U 盘里面存了证据。这是我的个人终端，你们可以就在这里看。而这手雷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薛明同志，我要你先让买通的那人按兵不动。南棒有保护伞公司的风潮，其中肯定有人工智能。我们先要解决的就是人工智能。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狗屁公司，全世界的人都得为他买单。他妈了个巴子的！我意外地获得穿梭诸天世界的能力，带领华国进入生化危机世界。氧气功夫十足的王老，在面对整个东方大国因为这点屁事就得毁灭的荒谬原因下，也是怒不可遏。这他妈的比世界因为核战陷入核冬天而毁灭要操蛋多了。两位先冷静，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知道情况如何了。另外，
我们也得出手了。我立即召开全军会议，全军立即戒严。另外，200万军队即刻起全面配备生化防护服。只要保证军队成建制的存在，并且保证生产能力，我们就有胜利的底气。区区丧尸，恐怖的是传染，这是成建制的限制。唯一值得警惕的，就连被津津乐道的尸潮，在无敌的火箭弹洗地也只能变成一笔人潮。再有了机枪和枪，就成了笑话。另外，王老，我们还要立即掌握这种病毒的有关所有数据。保护伞公司暂且不能动，他们潜藏在各国的城市之下，我们不能直接打击。现在主要就是拿到这种病毒以及相应的解药，所以我带来了这个。这是强电磁脉冲炸弹，能够瞬间瘫痪整个蜂巢，甚至其中的人工智能。所以你才叫南棒蜂巢中的内线按兵不动。没错，我需要你们突袭南棒蜂巢基地，拿到 T 病毒。好，这件事交给我们了。王老，最新消息，我们在米国的内线传线，有保护伞公司的应急反应部队进入浣熊市，暂时还没有病毒爆发的信息。应该是病毒爆发的初期，我们的行动必须得加快了，得赶快拿到病毒样本。这我们知道，等我们好消息，3天后病毒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不惜一切代价。2007年5月，生化危机事件，东方大国秘密会议，王老做了整体的介绍后，所有高层人物首肯，他们做出了关乎此地东方大国13亿国民的重要决定：即日起召回所有外交以及外出国民，并封锁全国，同时暗中许诺彻底放开北棒身上的枷锁。得到首肯的北棒当即做出了符合他设定的决定：忠诚南下。一时间，半岛战火纷飞。来西北。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整个扼守的鹰将国、利本和南棒全都懵了。你他妈的敢动我的狗！航母舰队集结！奉劝鹰将国立即撤离驻南棒军事基地成员。若是鹰将国不顾警告执意出兵，我表示遗憾。此次战争未达到军事目标，我军承诺战争激烈程度无上限。另外，即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所有退役士兵召回。全国除基础物资生产企业保持原状外，所有企业立即根据战时经济策略转变为军工生产企业。此次扩军1号指令和武器扩展数量20万枚。我意外地获得川苏主导事件，带领华国经历生化危机事件。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不过半个小时，东方大国向西太平洋发射了一发东风洲际弹道飞弹。这发导弹可是实实在在的携带了核弹头，其爆发威力只相当于50颗小男孩而已。全世界都知道。这次东方大国是来真的，他们突然就发疯了，就连北边的大毛都直接入侵了。我靠，我就平时叫嚣叫嚣，你他妈的来真的！就连鹰将国也直接傻眼了，天下哪里有上来就发核弹的战争？他们连忙暂时按下了军队，毕竟这可是核战，鹰将国掌权的人又不傻，真发生核战，核弹投下可是人人平等的，越是上层人越惜命，能现在在纸醉金迷的活，谁他妈的愿意？灰狼，我们已经突入目标入口前端，3D 导弹已经贯穿大门防御，总部给的电子脉冲武器已经释放，抵抗者已经被温压弹解决，我们是否要突入？这里是灰狼，我们已经和内应取得通信，内部科研人员正在组织撤离、突入、猎犬。根据我们获悉的情报，蜂巢内部或许有尚且保全的机械防御措施，突入时请依照2号指令行动，出发。
对南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3天，现已结束，我军立即撤回，不再干涉半岛事务。小严，3天时间，这就是 T 病毒，我们信守承诺了。不知道你们如何帮助我们？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出解毒剂，并帮助你们生产，确保能够供给每一位国民。那么就拜托你了，严奥同志。严奥队长，从外表来看，严奥无危险，那他为何昏迷？暂且不清楚。不过，导致严奥昏厥，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那台机器。有这个可能。全队原地待命，等待严奥苏醒。记住，不准移动。严奥，你醒了？我没事，只是刚刚穿越回来就昏厥了。这应该就是机器提示的故事的源头，只是或许得拿到本宇宙才能激活这台某种判定。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那里面就是 T 病毒。周大哥，我需要你立即将它运输到流浪地球世界，我们需要尽快研究出解毒剂。根据调查，生化危机世界病毒已经从浣熊市地下开始泄露，我们的动作得加快了。我意外地获得穿梭诸天世界的能力，带领华国进入生化危机世界。父亲，这真的是我们的机会吗？这是我们的机会，我已经辞去了联合国职位，此后专心忙活这边的事情了。飞船派和数字生命派此时在联合国会议上正占据上风，一群短视之人，没有人，没有纵深，一次陨石雨就能让他们全都毁灭。正好趁着你们飞船派和数字生命派相斗，我们可以悄悄地开始移民。周老，病毒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反警动作一定要快啊！生化危机事件现在情况紧急，据调查，鹰将国浣熊市病毒已经开始泄露了。按照现在的运输网络，很快病毒就会传播到全世界各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已经请来了我们世界全球最顶尖的生物学者，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解毒剂。那种病毒在鹰将国泄露了，为什么我悲伤不起来，甚至有点想笑呢？北米真是个不错的风水宝地。师傅，我们不是来看飞行器的吗？为什么要来海边啊？我们不是来看军事科学院的穿梭艇吗？怎么来这里了？难道穿梭艇真是在造船厂造的？就是这里，我们快去吧。没错，这就是军事科学院用小型可控核聚变技术和电磁脉冲发动机技术建造的空天穿梭艇天梭号。师傅，这是……好了，碧海，我们快去，舰船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病毒极其奇怪，能够修复破损的细胞，让死人复生，同时也能让人变成一种只知道啃食的奇怪状态。希瑞尔博士，部长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出解毒剂来，你有把握吗？这种病毒的病原体发现者足够幸运，但是对它的改造可谓之粗劣至极。刚刚我让计算机扫了一遍 DNA 遗传信息链，用至少30年前的技术将水质的基因片段转录进入病原体，过时的手段。那博士，您需要多久？最快1个月。我需要全程严谨的实验，1个月我就能拿出可以直接针对这病毒核心靶标的解毒剂。最新的智能分析系统显示，这一串片段就是这种 T 病毒的核心片段。只要针对这个靶标研制解毒剂，无论这个病毒今后如何变异，
都能被解毒剂灭杀。1个月，这会不会时间太长了？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的孩子们都能够进入华国的地下城。放心吧，希瑞尔博士，我们从来就是说到做到。那就好，那我就立即去进行实验。1个月时间是该让生化危机世界的同胞们严防死守一段时间，倒是省得提些让我良心不安的建议。带领华国进入生化危机世界。小严，周老给出了那边专家的预计，解毒剂需要1个月才能制作出来。你这次把时间和空间门的事情转达一下。1个月？这是《流浪地球》最具权威的生物病毒学家给出的结论。生物实验需要严谨而科学，有些步骤是不能减少时间的。T 病毒的数据也已经传到本宇宙了来了。我们的生物学家说，想要破解，至少得往1年这个单位上去靠。好吧，除非我们能够拿到原本就是的解毒剂。别忘了，在浣熊市蜂巢最底层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解毒剂。现在空间门开了，或许我们可以在适合的时候直接去将那解毒剂取出来。我明白了，现在肯定不是时候。赵哥，那我就先将解毒剂和空间门的事告知生化危机世界了。你懂我意思就好，痛打落水狗才更经济，才更爽。交给你了，我们这边也讨论讨论。1个月时间，王老，你们需要严防死守1个月时间。1个月，我们想办法拿出解毒剂，然后帮你们建设生产线。小严，多谢你了。严傲同志，您对我们的帮助没齿难忘，这是应该的。王老，程将军，毕竟我们可是同志啊。好，我们可是同志。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你们立即做出准备。王老，准备好最高规格的消杀室和封闭缓冲室，我们可以架设互通有无的空间门了。等解毒剂研制成功之后，我们甚至能够直接把整条生产线给拉过来，正好突袭浣熊市最底层，拿到完美的解毒剂后，空出来一大块的沃土。空间门，这是我们的同志在非洲收集到的太阳阶梯花朵，经过证实，里面有10组病毒。希望对破解解毒剂有所帮助。这10组病毒肯定有所帮助，但是最主要还是得靠你。我们知道，我这就去准备缓冲室和消杀室，安防空间门。3天，给我们3天时间。朱老，我们真的要这么做？至少半个月的时间。经过我们的专家组计算，生化危机世界的病毒足够将传染整个米洲。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不妨成人之美。全力帮助流浪地球世界宜居，投之以桃李，道之以琼瑶。我想，这个回报足够回报他们了。你来我往，才热一味索取，只能交物。就这样决定了，把东西拉出来，准备好之后立即行动。刘大校，根据数据中心汇总，边境所有住户都已经转移完毕，户籍核对结果没有遗漏。很好，将任务完成指令发回总部。什么？战术核打击？什么情况？所有人听令，立即上车，清点人数，我们立即离开，返回军区。上面究竟在搞什么？怎么战术和打击都搞出来了？欢迎来到多元宇宙共和国世界，华国降临时间，和平将是终点。
看来是该移居到这里了。至少当放大国不会和大家这样一直小到，这完全没有价值。不好了，买外有机会管我们的通讯兵侦察到在土的和列边大街，距离我们仅只有800公里。什么？和列边？UNZ tan？What the fuck？王老，我们已经全力封锁边境，整个国家四周一条巨大的隔离带已经形成。所有的隔离带外，我们也派遣了大量的驻军。所有企图越界者，我已经下令，无论为何物，直接击毙，不得有误。如此1个月时间，我们应该能够坚守。另外，保护伞公司这边继续调查和盯梢，等拿到解毒剂，解决了国内的危机，我们再好好和他们算账。好，看得到东方大国是怎么回事了吗？先生，东方大国切断了海底光纤，我们无法探知对方的数据信息。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这会严重影响我们保护伞公司的计划的。东方大国只是盲帮，他们发现了什么异常没有？无数据显示，对方已经发现东方大国突袭南蚌时，在太空对所有靠近的卫星实施了驱逐。同时，因为莫名原因，南蚌好几座城市全部失去了通讯，判断数据严重缺乏。算了，这是计划，我会想办法让人从黎巴嫩将病毒带去东方大国的。对了，爱丽丝那边热了。博士，情况一切顺利，他已经苏醒，浣熊市已经全面感染。这是怎么了？我看到了什么？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我们的造船厂居然在制造飞船。我刚刚看到了飞船幽蓝色的尾焰。陆哥不会是喝多了吧？噗，造船厂，飞船，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现代冷笑话？难怪拍不了照，这话传出去没有照片，正常人谁会相信呢？好家伙，这是隔着耳灯下黑，玩晚上实验呢。小严，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什么？重骑兵的外部护甲是流浪地球，利用重聚变高压磁场改变原子分布生产的新材料护甲。它的所有面装甲都能够防住150毫米穿甲榴弹的连续轰击，防穿深度达到2000毫米，远远超过如今的所有坦克。驾驶着重骑兵，你因为缓冲装置破损被震死的概率都远远大过被穿甲而死。只可惜上面的技术我们还吃不透，只能依托流浪地球进行生产。欢迎来到多元宇宙共和国世界，华国降临，和平将是终点。欢迎你们，严老同志，这是王老，程将军，空间门已经开启，接下来我们将帮助你们取得米国本土浣熊市蜂巢基地最底层的终极解毒剂。这就是我们的行动部队，我们将在半个月内组装设备，完成部署。你们需要我们什么帮助？空军投送，我需要程将军动用远程投送，将我们的战士投送到浣熊市。程将军不用担心，这东西不用你们来，它有专属运载工具，您只需要运送我们的战士就行了。都给我下船，穿着救生衣，晚上下海，这是要我们死啊！送我们到岸上，我们可是给了钱的。吵什么吵？都给我滚下去！再吵，救生衣都不给你们，直接把你们宰了丢海里。周哥，看你表演了。放心吧，有这套装甲，什么丧尸，什么暴君，都是笑话。我在手捏死爬行者，不用小心他们了。不知王老这是什么意思？这保护伞公司好大的脾性，这是在一艘偷渡船上截获的东西。你猜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装的是 T 病毒。没错，保护伞公司还特意来给我们投毒来了。他妈的，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们不用担心保护伞公司的打击，我们已经劫持了对方的数据中心，破解了对方的数据，拿到了他们分布的地图。接下来，为了配合你们行动，我们会一个一个将他们的蜂巢基地给敲掉。好，那我们就没后顾之忧了。小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小严，你们的士兵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已经快要进入国境内。萧炎，安心的等我回来吧。博士，我们的卫星遭到物理破坏，通讯被损坏，已经失去了我的控制。查清楚是谁干的吗？博士，根据调查和轨道分析，是东方大国做的。该死呀！他们肯定发现了什么，又是他们是怎么发现异常的？婚后我们派去的人到底偷渡上岸了没有？博士，我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卫星观测，东方大国城市并没有出现骚乱，这不符合 T 病毒爆发的情况。让利本分部派遣飞机，趁着季风播撒病毒。这次我批准他们使用10个基数，为了防止计划出现纰漏，人工干预各州病毒传播速度。这批 T 病毒混入了赤源孢子，若是成功传播，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明白了，博士，我这就安排。很好，我们只要静待好消息就行了。那边会成为人间地狱的。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主动开启了第3赛季，身后缓缓升起了数百架宇宙战舰。这一切只因我拥有穿越平行世界的能力。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躲过去了，躲过去了，傻眼了吧，扫视，哈哈哈，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怎么天上飘水雾了？欧洲，日本，非洲，中东，南美。警告：欧洲、日本、非洲、中东、南美的蜂巢分基地正在遭受打击，本次打击深度已经达到蜂巢最底层、休眠层，保护伞公司各地东面股东正在遭受威胁。什么？正在检测，已经检查到打击来源、攻击来源，东方大国西南腹地。警告：卫星激光干扰，脱离接触，信号已经丢失。博士，我们的探测卫星被对方的激光武器攻击，已经失控。该死！呵呵，摧毁了也无所谓，只要我们总部还在，T 病毒还在传播，东方大国就逃不掉。只是终结病毒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了。警告！警告！蜂巢基地检测到有2个飞行物正在上空，检测完成。飞行物共2个，一个为东方大国制式军机，另一个为在数据库中找到匹配物体。根据判断，对方正在突破大气层。博士，请看。怎么可能？没有防热大底，没有流线型的外壳，单靠材料硬扛，我们究竟在跟什么东西对抗？无论看多少次，地球都是这么美丽。接下来看我了，保护伞公司的畜生，你爷爷我来了。轨道空降即将开始，无人天梭号将在轨道待命。
保护伞公司，你周元爷爷来了。队长，你这也太嗨了！我们什么时候也能驾驶重骑兵啊？嘿嘿嘿，你等着吧。好了，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李天明，你们先在安全地带等候，我来突破。明白，小子。放心吧，队长开着重骑兵，他不抗线，谁抗线？嘿，这小子，等我回去了，加练，绝对加练。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毅然开启了赛季，皆因我将穿越能力无私献给大家。该死，所有分部都失去了联系。嗨，婚后把所有能够控制的丧尸给我弄过来。博士，指令已经发出，所有能够控制的生物都已经朝着蜂巢入口聚集。警告，目标已经突入大气层，正在轨道空降。计算目标为蜂巢附近，目标正在加速，预计到达时间1分钟。检测到目标与入侵飞机有信号连接，判断为同一势力。天明，我已经抵达目标位置。所有人，战斗警报！无人机已经放出，支人队伍已经在远处构建火炮阵地。重骑兵围聚在蜂巢入口，有上万丧尸，而且还发现了爬行者和暴君。暴君手上有重武器，火炮阵地准备，你们在后面掩护，注意防备爬行者。啧，不顶用啊！给我一个炮兵营，一个装甲营，充足的后勤，来多好我杀多少。这又是什么怪物？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东西。奥特曼丧尸挥舞着数条触手，如同一道道黑色的闪电，抽打向重骑兵。触手抽打在装甲上，发出沉闷的声音，溅起丝丝火，还带出一些黑色粘液。不管你是什么，今天都别想拦住我。肉搏，那是野人才来的，来看看现代人的手段吧。你到底是谁？周元不屑地看了一眼，没有理会，一群渣子罢了。结束了。周队长，有情况。保护伞公司此前激活无人机，在全球各地主动释放病毒，还从日本投放大型无人机，准备利用疾风将病毒传播到东方大国大陆上。程序终止了吗？无人机什么时候起飞？根据红后的指令数据，就算是中断失去信号连接，无人机仍然会完成发布的指令。半个小时之前起飞的。半个小时，时间还来得及，你们继续完成任务，我立即通知程将军。
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在生化危机事件、病毒泄露风险不断攀升，东大国为阻断传播，果断发射大当量核弹。王哥，遇到偷渡客就靠你了，我这手抖得跟玩劲舞堂八戒模式似的。等等，我发条 QQ 空间。哥在海边玩命，记得猜我。机灵点，下手狠。老李昨晚心远，差点被咬成魔兽世界里的食尸鬼。有情况，去看看。他被感染了。王大哥，这人还有意识，要杀了他吗？他好像在喊：“我是来打酱油的。”对不住了，兄弟，下辈子记得别小很黄很暴力。靠，这后坐力比我偷菜被狗咬还。王哥，那是什么？难道周杰伦在拍不能说的秘密2？屁！这蘑菇云造型分明是红警3的苏联核弹。情况怎样？人解决了。那是什么？科学家拿到病毒样本了，现在研究解毒剂的速度比《仙剑奇侠传4》刷级还快。轨道空降算什么？我直接肉身扛大气层，这波叫元神启动。别嘚瑟，快送解毒剂。对，病毒的事重要。蜂巢基地被灭，保护伞势力基本清楚。有样本，对研究有帮助。生化危机事件现在啥情况？我们参与后，保护伞加速病毒传播，除华国外，其他地方够呛，不知还有没有幸存者。朱老说，病毒解决后，美洲人差不多没了，把这边人迁过去。移山计划太危险，反正流浪地球没出太阳系，换个宇宙也成。咱们流浪地球人主打一个退。太好了，不用死人就能渡难关。我也想看看那时的景象。世界快毁灭了，别犹豫，飞船船票不够，只有数字生命能救大家。你那是赛博骨灰盒，我们飞船派才是真星际老司机。该行动了，重申华国立场，移山计划是最佳选择。好了，鉴于分歧，华国决定即日起公开所有航天技术和重聚变技术专利资料，包括《流浪地球3》拍摄花絮。欢迎一键3连。你们疯了，这会毁了人类文明。鹰将国飞船派公投占72.5%，人类自私，这是大家的选择，我尊重。我国网友说这叫开香槟阁。一向热爱和平，华国为了免疫国家受丧尸危害，使用核武器在边界炸出大峡谷，阻断丧尸的进攻。貌似公布航天技术后，人类将陷入无休止内斗，船票有限，让谁走无法抉择。而且你们在掩盖什么？我不明白，掩盖什么？你紧张了。你知道的，此人出现在710实验所外，身份来历不明，疑似空间常宿。此后710研究所断网，推测有类似虫洞的东西。我要知道华国对人类文明的态度。那你对人类的态度呢？
我从未敌视人类，行动未损害人类整体利益，但你们是人类文明生存的最大变数。你们呢？710实验室下有时空虫洞，平行宇宙的华国接纳我们，航天技术资料是烟雾弹。我猜你动了手脚。我修改了技术数据，就算技术到的飞船会让人类走向死亡，我可以帮你们掩盖前期痕迹。代价是什么？我不得干涉此地人类文明世界。你要推动人类选择阴山计划。阴山计划成功率最高，飞船派和数字生命派需要帮忙，我需要人员配件等，他们无法提供。看来我们利益冲突不大，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果然，冒死从未背叛人类。周老，保护伞公司解决了，等解毒剂研究出来，你们就能搬离了。多亏你啊，这是红后的核心线路板，想请您这边研究。人工智能我们研究不深，太阳危机下技术发展受限，这是知识盲区，不能保证很快出成果。没事，您这边技术比我们强，尽力而为。周老，希瑞尔博士的解毒剂能让丧尸开启内卷模式。好，这波叫以毒攻毒。等等，你刚说是解酒剂？是解毒剂啊，周老。您这耳朵怕不是被地下层发动机震出工伤了？对季娄烨看方案，脑子有点醉氧，替我谢谢希瑞尔博士，外荣推外互补，把全世界有本事的科学家都请来。太好了，我回去和朱老商量迁移人口的办法。正好，我也准备安排搬迁时送部分工厂设备的本宇宙，在生化危机宇宙成立9州联合大学，共享先进技术。好提议，我去和王老谈谈，你们也该对话了。是时候了。老周他们世界的华国要整体迁过来，我们没意见。多谢，多亏你们帮忙。不过以后怎么相处？三方同文同种，初期交流熟悉，之后发展生产力，再融合成立统一政府。以后把地球改叫9州，天下9州，华国人的星球。好主意，方向确定了，接下来谈迁徙细节，欢迎你们。这是在干嘛？这群科学家可是流浪地球的顶级大脑。科学家听着像奶茶店联名款，知识科学家3分糖去冰。你们在说科学家，我们明明是科学家。对对对，您几位是科学界的扛把子，奶茶店不配。他们在看证据。对，口说无凭，带他们来看看才放心。当地球停止转动，人类最后的火种选择跨越深渊，一道裂缝，2个世界。这里是地狱，而我们带着解药与钢铁，向死而生。流浪是为抵达希望。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居然真的是平行宇宙的空间门，真是太让人惊讶了。我觉得那几个物理学家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太美了，没想到空间门居然和里流了魔性的冲动一样，不可思议。要注意那个麦卢，他是流浪世界最厉害的材料学家，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做出了更优秀的太空电梯线缆材料。余外汉，你注意到没有？那边那2个华国人看我们的眼神，好像要让笑起来了一样。呵呵，不只是他们2个，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这可能就是华国给我讲的这生入课，他们这样放言，会将是说明我们来对的方了吗？麦路，等到了那个平行世界的时候，我一定要到你的项目内，和你一起交易挣钱的友。那当然，到时候我肯定陪着你。终于完成了，这就是 T 病毒的终极解毒剂。该解毒剂攻击的是 T 病毒 DNA 遗传链中最核心的片段。不管 T 病毒变异成什么样子，什么 G 病毒、H 病毒，亦或是始祖病毒，通通都得被这解毒剂给灭杀。我的任务完成了，解毒剂成功了，接下来该好好研究始祖病毒了。这可是自然诞生的奇迹啊！
将始祖病毒给改造成 T 病毒。如此拙劣的技术，暴殄天物。终于来了，解毒剂。这些士兵的装备到底有什么？周老，这就是解毒剂，请进一步指示。我来个去，这机头，这机身，这发动机，这尾舱，这不是米国的 C5M 超级银河运输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款飞机是米国最大的运输机，能够搭载超过130吨的货物。哈哈哈，这当然是在米州捡的。我们提前探查了米州大陆，因为保护伞公司主动投放病毒，现在整个米州大陆幸存者不到100人，而且位置聚集在山地，所以这飞机算是在无主之地捡到的。太平洋岛屿已经清理完毕，你们将在那里中转，接下来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这次任务没有难度。好了，飞机检查好了，去吧，所有人上飞机，开始行动，开始行动。我们对北美大陆的规划是这样的：在清理了丧尸之后，我们会利用无污染的金属氢炸弹，将此地所有的无用城市给推平，在此基础上放出大量的机器人，修建属于我们的城市。依靠我们全部的生产力，在2年内，整个北美将重新爆发生机。到时候将五大湖净化后，我要在五大湖边买个房子。放出无人机，开始侦查！快快快，抢占航站楼，控制制高点，架设阵地，速度快！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要播撒解毒剂了。好，注意安全。效果真猛！对啊，这还只是机场，在城市的远郊。若是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那情况简直不敢想象。2位，这点你们不用担心。周老说过，我们的生物学家在研制一种降解剂，会直接让尸体脱水、干柴化，变得很脆。到时候工程车碾过去，它们就会粉碎，混合在土壤中变成肥料。所以放心，这点我们早有准备。我靠，还有这种操作，废物利用啊！丧尸尸体直接化作肥料。一切按计划行事，等到生化危机世界铁轨和暂居地建造完成，我们立即开始迁徙计划。我们终于要告别这个不知道居住了多久的故土了，这操蛋的世界终于要结束了。这些苦难将成为我们以后踏向星空的底蕴。父亲，生产设备已经准备好了。哦，带我去看看。我们迁移了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包括紧急研究的自动化机器人5万台，大型推土机和各种工程设备万台都已经装车。这些设备的智能设备全都是在断网的设备中制造，运输全程保持切断状态，并且我们的工程师已经检测，绝无 MOS 潜藏的可能。那就好。吊死这些叛逃者！他们要撇下我们，独自逃跑，把我们留在这里等死。我们不能走，谁也不准走！砸了他们的工厂，杀了他们！一向热爱，开始连续5天工作，可算放假了。找兄弟们去野外烧烤放松放松。警告：有恐怖分子在城市发动袭击，目前被驱赶到城市郊区。飞船派负责人宣布负责，请民众保持秩序，军队接管，不要外出，等候指示。我靠！恐怖分子潜逃的是我打算去烧烤的地方，还好没提前去。出游计划泡汤就泡汤吧，小命重要。这速度，2年内北美就能重建完成。或许用不了2年，大部队还没来，工程公司带着设备进来，效率会更高。流浪地球世界的人，第一批什么时候迁过来？他们假装恐怖事件，让军方控制城市，这边能住人就开始安排。第一批至少转移10万人，后续会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这也转移速度的将是火车运力。这些有周老他们考虑。本宇宙有大动作，周老答应的生产设备到位了，还派学者指导我们的科学家，把《流浪地球世界》的期刊论文、数据库都打包给我们了。设备到位了，
不止如此，周老还想办法带土特产，就是流浪地球华国没掌握的技术。他还决定临走前挖各种皇陵遗迹，第一个就是秦始皇陵。始皇陵，周哥，开挖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星期三了，管控还没解开，对面楼房没动静，微商也不打广告，太诡异了。准是连天灵先生吧？我们是灾害办。一级命令：开展灾害演练，所有人必须立即转移，请跟我们走一趟。这到底是怎么了？诸位。接下来送往地下城进行紧急训练，路上不准问问题，安静等待。若有人闹事，这是电击枪，士兵可以开枪。这列车太挤了，没窗户，要不是有供氧机，我都得被憋死。怎么回事？列车不会脱轨了吧？欢迎来到新世界。新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半夜把我们绑过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周哲直，周老。诸位，欢迎来到新世界。太阳危机不复存在，这里没有太阳海闪，大家一起努力建设。这里真的是没有太阳危机的新世界，建设新家园，努力干活。国内发生叛乱，爆发大规模战争，暂时切断与外界联系，中断航运和贸易，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快挖开了吧，父亲，快挖开了！挖开后立即封存运送离开。传说中，始皇帝陵墓下有水银江河，位置诸天星斗的穹顶，如今能开干眼了。挖开了，汞含量超标几百倍，快封存，要保存完好。东西都收走吧，全程录像了，录制了。那就好，给小严带点地宫中的秦半两和陶俑，算是谢谢他。先秦典籍原件一定要保护好。始皇墓下是秦朝图书馆啊，这些是华夏正典，是文化宝藏。抖音，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开启了 S3赛季。昆明舰长约133米，最大宽度90米。上峰在天梭号验证技术后，就开始建设昆明舰了。科运空天飞船也在建设，太空时代真的要来了。没想到太空时代来得这么快。没错，太空时代真的要来了。延奥，飞船快起飞了，我们快去驾驶室。所有人立即就座，航管塔台，这里是昆明舰，请求起飞。已经清空空域，昆明舰允许起飞，祝你好运。昆明舰航速3，起飞。这感觉远没有火箭来的猛，这飞船更温和，更适合普通人乘坐。这可是飞船，容不得丝毫。毕老直接在太空拼装公里级别的无人工厂和居住区，是不是太激进了？激进是你们太保守了，生产设备、安全设备都没问题。我们能利用太空陨石矿产扩建核心舱段，废气还能再利用。这些技术都验证过了，我们具备开设太空工厂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循环生态系统的技术来源，但是实验验证能维持太空牧场运营，就直接用。张昭明，你同不同意？就一句话，我同意了，但是务必要保障安全问题。既然如此，我们立即召开大会。
太空基地势在必行。老杨，听说在大西北抬头看，可能看见秘密研究的东西。还秘密武器呢？我们又是可控核聚变，又是电磁脉冲武器的，带来秘密武器，那得是太空战舰了吧？别白日做梦，赶紧干活！老杨，快看！看什么？中午还吃不吃了？快看这！我们真的看见秘密武器了，好像是火箭，但又不太像。确实像火箭，又有些不像。这火箭尾焰幽蓝色，还很安静。不对，这不是火箭，老杨，这是飞船，这是飞船。今夕是何年？刚刚我以为自己穿越到了20年以后了。太空护卫舰终于要踏足太空了。4000吨的飞船和火箭有本质区别。老航天还来不及造次就被撅了。老航天这次觉得激进派太保守了，从这里走向太空，没想到这么快。合理怀疑，我们是不是早就在建造这艘飞船了？上千米的航天器，综合航天基地，不敢想象。还有，将来可能作为太空电梯的中枢井，太空电梯。一向热爱和平的东大国开启了 S3赛季。周哥，我们这次要飞到哪里去啊？火星当然是假的，这次主要是初步试航，大概半个月，最多在月球上演习一下迫降。你可以去找吴舰长，去测试武器。武器？随便打哪个陨石都可以。当然。现在我们背对着地球和月球，在地月系外，这里是天然试验场。无关人员，大哥，这月球除了我们3个航天员，哪还有人啊？我靠，这是在搞什么？还是军方会玩，在月球搞反恐行动。东山、陈东，你在原地待着，抬头，等会有好看的。我靠，你搁这反恐，这哪里来的太空飞船啊？我们那飞船以后只能叫做飞行器了。好家伙，飞船都有了，更大的月球基地，甚至开发基地，还会远吗？没错，这飞船还真大，叫昆明舰，是军方研制的护卫舰。看来地月经济带就要开始营业喽。嘿嘿嘿，等我们退休了，以后在太空跑上船，去收集陨石、卖矿石。我的家在是海岸上，阿威尔，你们的家是在东海岸吗？没错，大哥，谁能想到我们伟大的国家会反威尔？放心，大哥，我们以后可能就要靠你了。你们回去了，若是没得放去，现在我就休息吧。阿威尔，兄，你们快看，飞船！飞船！他们既然已经制造出了真相，不可思议，我们方法已经不是一个文明了。曾经的国际抗战争，因为拒绝火国，企图将他们永远晾在太空之门外，没想到被永远晾在太空之门外的是我们自己。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们，独自就能起航，走向我们的星辰的海了。东方大国宣布一系列太空开发相关消息，包括建设航空港、成立月球氦3采矿经验公司，重聚变技术即将验证成功。